substantially better. So basically, in a solid state battery, we have replaced that volatile and flammable liquid and gel polymer electrolyte. 想象一下，告别漫长的充电等待，只需将爱车接入电源，然后悠闲地去享用一杯咖啡，短短几分钟内，您的座驾就能恢复620英里的续航里程，随时准备开启新的征程。无需再在充电站焦急的等待，您可以尽情享受流畅且环保的出行体验。这听起来是不是像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但总有人敢于突破想象的边界。本田公司近日宣布，他们即将推出一种全新的全固态电池，其充电时间仅需短短10分钟。这项技术革新有望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电动汽车产业格局。本田宣称，这项新型电池技术将在续航里程、充电速度以及安全性方面实现显著提升，并计划在2028年全面推向市场。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它将可能颠覆人类的出行方式，并对全球能源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吧。电动汽车及其电池所面临的挑战，随着世界朝着更加可持续的未来坚定迈进，电动汽车已然成为可持续出行领域的先行者，他们正在并将继续减少那些导致气候变化的有害物质排放。无论是汽车制造商、各国政府还是广大消费者，都在大力投入研发和采用更加清洁、更加高效的交通出行方案。然而，尽管电动汽车市场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一些挑战依然存在，而这些挑战的核心问题都指向了为电动汽车提供动力的电池技术。尽管相较于传统的燃油汽车，电动汽车拥有诸多优势，但其可靠性、续航能力、充电效率以及整体性能往往会受到现有电池技术的瓶颈制约。但请不要因此而感到气馁，因为这些问题并非无解。虽然在过去的10年里，锂离子电池在能量密度和成本效益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在一些关键领域，它仍然存在不足，从而限制了电动汽车的广泛普及。其中最为突出的缺点包括相对较慢的充电速度、有限的行驶里程、因过热或热失控而引发的安全隐患，以及仍然较高的生产成本。消费者对于全面转向电动出行仍然持有一定的疑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是最新的电池技术，大多数电动汽车仍然需要数小时才能完成充电并投入使用。相比之下，为一辆燃油汽车加满油箱通常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充电时间的问题，再加上由此引发的里程焦虑，即担心在长途旅行中电力耗尽的担忧，仍然是阻碍电动汽车普及的主要障碍之一，尤其是在充电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的地区。此外，电动汽车相对较高的购置成本，这主要是由于昂贵的电池组造成的，一直是困扰许多消费者的难题。尤其是在推动电动汽车进入大众市场时，更令人担忧的是电池的耐用性和安全性问题。锂离子电池的性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衰减，其储存电能的能力会逐渐降低，导致车辆的续航里程缩短，并且可能需要承担昂贵的更换成本。在极端情况下，设计不良或存在缺陷的锂离子电池可能会发生过热，进而引发火灾甚至爆炸。尽管这类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相对较低，但它们往往会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这也给汽车制造商带来了额外的压力，促使他们不断改进电池技术。如今，整个行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现有电池技术的局限性已经明显制约了电动汽车潜力的全面释放，这也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主角——全固态电池。全固态电池与电动汽车的未来。全固态电池 ASB 正蓄势待发，有望彻底颠覆包括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存储在内的多个产业。与目前为大多数现代电子设备，包括电动汽车提供动力的传统锂离子电池不同，全固态电池采用了固态电解质来替代原有的液态电解质。这个看似微小的变化，实则蕴含着巨大的意义。在锂离子电池中，电解质通常以液体或凝胶的形式存在，其作用是促进锂离子在充放电过程中与电池的正负极之间移动。与之不同的是，全固态电池使用固态电解质，在无需使用易燃或腐蚀性液体的情况下实现相同的功能。这种根本性的设计变革带来了诸多显著的优势。首先，全固态电池的稳定性得到了大幅提升，彻底消除了电解液泄漏或燃烧的风险，而这些恰恰是液态电池系统常见的安全隐患。此外，固态电解质可以由多种材料制成，例如陶瓷或聚合物，每种材料都具备特定的属性，可以提升电池的电导率和耐久性等性能指标。液态电解质存在固有的缺陷，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安全性。由于液态电解质具有可燃性，当电池遭受损坏或发生
生短路时，电解液很可能起火并引发热失控。这种风险在电动汽车中尤为严重，电池的故障可能导致灾难性的事故。此外，液态电解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劣化，这会导致锂离子电池的整体寿命和效率下降。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电解液内部发生的化学反应所致，尤其是在电池经历反复的充放电循环时更为明显。这些问题会限制锂离子电池的续航能力、使用寿命以及可靠性。相比之下，全固态电池则展现出更为卓越的安全特性。固态电解质本身不具备可燃性，从根本上消除了液体电解质可能引发的火灾风险。这使得全固态电池在电动汽车应用中的安全性得到了显著提高，尤其是在热失控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况下。此外，没有液体电解质的设计也降低了传统电池常见的泄漏风险。由于不含易燃液体，全固态电池还具备更强的热稳定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更高的温度下正常运行而不会发生损坏。全固态电池的另一个显著优势在于其能够在更小的空间内储存更多的能量。固态电解质能够提供比液态电解质更高的能量密度，这意味着全固态电池在单位体积或重量下可以存储更多的电能。更高的能量密度使得制造体积更小但能够输出相同甚至更高功率的电池成为可能，这对于需要高功率输出的应用场景来说尤为有利。这在需要高能量输出和空间效率兼顾的应用场景中尤其具有优势，例如便携式电子设备或电动汽车。此外，紧凑的设计还能有效减轻电池的重量，从而进一步提升电动汽车的性能表现。据估计，全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已达到当前锂离子技术的2到3倍，搭载全固态电池的电动汽车，其单次充电的续航里程将得到显著提升，从而有望解决电动汽车普及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痛点——续航里程的限制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这种提升的能量容量意味着可以减少充电的次数，摆脱长途出行时的里程焦虑，并享受整体上更加便捷的使用体验。对于汽车制造商来说，这为设计更强大、更节能的车辆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无需再为了追求长续航而牺牲车辆的空间和重量。全固态电池最令人兴奋的特性之一，或许在于其大幅延长电动汽车续航里程的巨大潜力。尽管锂离子电池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大多数电动汽车仍然难以满足长途旅行者的续航需求。充满电后的行驶里程通常在200到350英里之间。然而，凭借全固态电池更高的能量密度和效率，一些制造商预测其续航里程有望在单次充电后突破600英里。如此惊人的续航能力将使得长途旅行对于电动汽车车主来说变得切实可行，从而进一步推动电动汽车的普及，并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类电池能够实现超快速充电。当前锂离子电池的充电时间从30分钟到数小时不等，具体取决于充电基础设施和电池的容量。相比之下，全固态电池的充电时间有望缩短至仅10分钟。这将彻底改变电动汽车的使用方式，使其便捷性可以媲美传统的燃油汽车，加油只需几分钟。对于车主而言，这意味着可以大幅减少在充电站的等待时间，从而拥有更多实际的驾驶时间。快速充电的能力还将为更灵活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铺平道路。未来可能会出现像加油站一样遍布各处的超快速充电站，进一步加速电动汽车的普及进程。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对吧？本田显然也对此深信不疑，凭借其令人骄傲的创新传承，本田如今正准备重塑汽车行业的未来。本田在电动车产业中的角色，本田长期以来一直是汽车创新的积极推动者，不断突破工程和技术的界限，致力于重新定义未来出行的样貌。凭借其生产可靠、高效且具有前瞻性车辆的良好声誉，本田在全球范围内始终保持着传统内燃机技术以及新兴替代燃料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早在1999年，本田就推出了 Insight， 美国市场上首款量产的混合动力汽车，甚至比丰田的普锐斯还要早面世。Insight 的推出充分展现了本田在紧凑型高效动力总成方面的专业实力，为该品牌后续在混合动力技术领域的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凭借其轻量化的铝制车身以及创新的集成电机辅助系统， Insight 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燃油经济性，有力地证明了混合动力技术是降低排放和燃油消耗的可行方案。尽管丰田普锐斯后来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但本田始终站在混合动力创新的前沿，不断优化和扩展其混合动力产品线。通过其 Clarity 系列，本田继续探索替代燃料解决方案。该系列包含了混合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以及氢燃料电池等多种
车型2016年推出的本田 Clarity 燃料电池车是当时市场上为数不多的轻动力汽车之一，通过在混合动力、氢能以及纯电动技术等多条可持续出行路径上同步投入。本田采取了一种多元化的发展策略，旨在确保品牌能够灵活地适应快速变化的汽车产业格局。然而，本田在向纯电动汽车的转型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稳健的步伐。不同于那些为了迎合市场趋势而迅速推出电动汽车的竞争对手，本田选择了更为审慎的战略路线，力求确保每一项新的发展都符合公司对于可靠性、效率以及实用性的高标准。本田 E 的推出，这款融合了复古风格与尖端技术的紧凑型城市纯电动汽车，标志着本田正式进军纯电动市场。但本田并没有急于投身于日益拥挤的市场竞争，而是通过其前瞻性的布局，在混合动力、氢燃料电池以及纯电动技术等多条道路上持续投资，以确保企业能够灵活应对汽车行业的变革浪潮。这款融合了复古设计与先进科技的城市微型电动汽车，标志着本田正式加入了纯电动汽车的行列。然而，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本田并没有急于加入价格战，而是选择耐心打磨其电动汽车战略。这种审慎而又具有前瞻性的理念，正深刻地影响着本田在全固态电池技术方面的发展方向。当特斯拉等传统汽车制造商以及中国新兴的电动汽车企业正大力扩张锂离子电池的产能时，本田敏锐地洞察到了现有电池技术的局限性，其计划在2020年代后期推出的全固态电池有望在储能技术领域实现一次重大的飞跃。当这项技术最终成熟投入应用时，本田有望成为新一代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导者，不仅将与丰田展开竞争，更将直接挑战特斯拉等行业颠覆者以及新兴的中国电动汽车企业。本田通过其在技术研发和市场战略之间的巧妙平衡，不仅在纯电动汽车领域稳步前进，更在实现电动化转型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其深远的前瞻视野。届时，本田有望成为新一代电动汽车的领军者，不仅将与丰田展开竞争，更将直接面对特斯拉等行业颠覆者以及新兴中国电动汽车企业的挑战。本田通过平衡长期研发与市场化创新的战略，成功规避了许多潜在的风险。这些风险正是那些在技术尚未完全成熟时就急于推出产品的竞争对手所面临的困境。当其他企业竞相抢占市场先机时，本田始终坚持其卓越的工程理念，确保其向固态电池的转型既平稳务实，又具备广泛应用的潜力。此举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当然，前方的道路也充满了挑战。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格局，电动汽车市场已经演变成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领域，众多的参与者都在努力争夺市场的领导地位。特斯拉、Rivian 等新兴企业，以及那些积极转型电动汽车的传统汽车制造商，正在共同塑造着行业的格局。特斯拉凭借其尖端的技术和积极的扩张战略，在电动汽车的性能、续航里程以及自动驾驶技术等领域树立了高标准。Rivian 则凭借其专注于电动皮卡和 SUV 领域的战略而崭露头角，成功吸引了那些既追求实用性又注重可持续性的消费者。与此同时，福特、通用等老牌汽车制造商也在加速其电动汽车战略的实施，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挑战特斯拉市场主导地位的车型。 Lucid Motors 等新锐企业也已进入市场，主要专注于高性能豪华电动汽车领域。在这个快速变革的行业中，本田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它既需要保持其传统的优势，又必须进行创新，以在电动革命中保持竞争力。虽然本田并非电动汽车浪潮的早期引领者，但它一直在稳步发展电动和混合动力技术。该公司对电气化的承诺在其混合动力车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雅阁混动版和 CR-V 混动版。这些车型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从内燃机汽车向纯电动汽车过渡的桥梁。然而，目前本田正加大力度进军纯电动汽车领域，并致力于研发新一代的电池技术，以打造既可持续又实用的车辆。本田对于可持续性的追求并不仅限于电池技术，该公司长期以来一直积极倡导各种替代能源解决方案，其中包括氢燃料电池技术。正如前文所述，本田 Clarity 燃料电池车是早期面向消费者推出的轻动力车型之一。尽管轻动力汽车市场目前仍属于一个相对较小的细分领域，但本田仍然持续投入资源进行该技术的研发，并将其纳入其更广泛的环保战略之中。在纯电动汽车领域，本田 Prologue 这款与通用汽车联合开发的纯电动 SUV 将成为该品牌进军北美市场的重要一步。
该合作项目采用了通用汽车的 Ultium 电池平台，同时融入了本田标志性的设计和动态驾驶性能，旨在在能效、性能和可靠性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除了 Prologue 之外，本田还计划推出一个全新的全球电动汽车架构，这将为未来新车型的开发提供更大的灵活性。本田进军全固态电池领域，本田正积极推进全固态电池技术的研发，其目标是提升未来电动车型在性能、安全以及可持续性方面的表现。2024年11月，本田在其位于日本的研发中心展示了一条全固态电池的示范生产线，并计划在今年启动该生产线的电池生产。公司计划在今年启动该生产线的电池量产，是的，就在2025年。其重点在于验证各个生产环节的量产技术和成本效益，同时确定具体的电池单元规格。本田的全固态电池预计能够实现高达2至2.5倍的能量密度提升，相较于现有的锂离子电池，这一突破有望使得搭载该电池的电动汽车单次充电的续航里程达到620英里，约1000公里。此外，据预测，本田新型全固态电池的体积将缩小50%，重量减轻35%，而成本也将降低25%。本田计划在2020年代后期将全固态电池应用于其量产车型。该公司为此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到2030年将电动汽车的年产量提升至200万辆以上，并力争到2030年实现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车占其全球销量的40%，到2040年达到100%。尽管本田正独立进行全固态电池技术的研发，但它也对潜在的合作持开放态度，包括与日产汽车等合作伙伴共同采购原材料。如果能够实现互利共赢，也不排除未来向其他企业销售固态电池的可能性。但事情远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前方的道路依然充满挑战，以其卓越的工程技术和创新的出行理念而闻名的本田，在将其新一代电池推向市场的过程中，将面临一系列严峻的考验。以卓越工程实力和创新出行理念著称的本田，在将新一代电池推向市场时面临严峻挑战。全固态电池凭借其更高的能量密度、更快的充电速度以及更优越的安全性，有望重塑电动汽车产业的格局，但一些重大的障碍依然存在。首先，扩大生产规模并非易事。虽然本田已在其日本研发中心建立了一条示范生产线，并计划在今年启动原型电池的生产，但要实现工业规模的量产，仍然需要克服许多重要的技术和物流方面的难题。固态电解质的制造工艺存在其独特的挑战，这与传统的锂离子电池生产有着显著的不同。即便拥有本田深厚的技术积累，如何优化制造流程以确保高良率品质的稳定性和成本的效益，仍然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此外，还需要充分考虑电池在实际使用环境中的耐久性问题。尽管早期的测试数据表明，全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可以达到传统锂离子电池的2至2.5倍，但其在实际使用条件下的性能表现仍然存在变数。极端温度、频繁的充放电循环以及长期的使用磨损都可能影响固态电解质的稳定性，导致电池容量的衰减甚至突发故障。本田必须确保这些电池能够在数十万英里的行驶里程中保持其性能的稳定，并且能够经受住日常使用的严苛考验，包括急加速、再生制动以及各种恶劣的环境条件等。成本方面的挑战同样不容忽视，开发并大规模生产新型电池技术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本田已经投入了大约3亿美元用于固态电池的研发以及试点生产线的建设，但与大规模商业化相关的具体成本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虽然预计这些电池的成本将比当前的锂离子电池低25%，但初期投放市场的价格可能仍然较高，这可能会限制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为了确保其在大众市场上的可行性，本田必须优化原材料的采购渠道，简化生产流程，并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来降低成本，同时还要保持自身的盈利能力。正如前面提到的，市场竞争正变得日益激烈。多家汽车制造商和电池供应商都在竞相完善全固态电池技术，包括特斯拉、丰田、宁德时代、三星和 QuantumScape 等在内的多家企业都在类似的技术创新领域投入了巨额资金，其中一些厂商甚至计划最早在2027年实现商业化应用。本田不仅需要达到，更需要超越其竞争对手所设定的性能基准。该公司已经暗示可能会开展合作，包括与日产汽车建立材料采购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有助于加速其研发
进程，并提高供应链的效率。然而，在这个行业中，电池技术的突破随时可能重塑市场格局，因此本田仍然需要竭尽全力以保持其领先地位。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本田仍然有望对电动汽车技术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其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年产200万辆电动汽车，并在2040年前达成碳中和的目标。本田正蓄势对电动汽车技术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其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年产200万辆以上电动汽车，并于2040年达成碳中和目标。全固态电池的成功部署将成为其长期战略的基石。若本田能够有效地克服这些障碍，它便有望成为新一代电池技术的领航者，为电动汽车的性能、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树立全新的行业标杆。事实上，其影响远不止于家用轿车领域。全固态电池的影响全局视野，全固态电池所带来的能量密度和安全性提升，可能会在个人电动汽车以外的多个领域引发革命性的变革。例如，公共交通系统和车队运营商，如快递公司，将能够从这项技术中显著受益。配备全固态电池的电动汽车可以承载更重的货物，行驶更远的距离，并实现更快速的充电，从而成为化石燃料车辆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大型车队运营商如联邦快递或亚马逊可以部署更高效的电动配送卡车，这不仅可以降低对石油的依赖，还可以减少排放和运营成本。此外，全固态电池的储能能力在解决可再生能源系统面临的紧迫挑战方面也具有巨大的潜力。凭借其更高的能量密度和更长的使用寿命，全固态电池可以为电网级的储能提供更可靠和高效的解决方案，这将显著提升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可靠性和效率，使其能够更好地满足波动性的能源需求。我们必须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化石燃料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近 75%， 是导致气温上升、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以及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仅交通运输领域就高度依赖石油，约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27%。 此外，围绕油气供应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还会引发经济波动。正如2022年的能源危机所显示的那样，当时油价飙升至每桶120美元，引发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动荡。转向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先进的电池技术，不仅可以减少排放量，还可以大幅削减长期的能源成本。自2010年以来，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已经下降了 89%， 使其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当前积极投资于清洁能源的国家将更有利于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能源的自主，并维护一个更加稳定的全球气。后全固态电池有望加速全球摆脱对化石燃料依赖的转型进程。配备此类先进电池的电动汽车，其拥有和运营的实用性将对消费者更具吸引力。更长的续航里程、更快的充电速度以及增强的安全性相结合，将使得电动汽车能够吸引更广泛的受众，从而可能推动其大规模普及。这一转变对于公共交通领域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采用全固态电池驱动的公交车和列车可以大幅降低城市交通的碳排放，使得城市更加可持续和环保。此外，像快递车队、出租车服务和网约车公司等大型运营商也可以借助这项技术来降低其运营成本。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可靠的储能技术对于平衡能源的供需变得越来越关键。这类电池将成为可再生能源可靠并入电网的关键推动因素，有助于优化能源的分配，确保即使在发电量波动的情况下，也能在用电高峰时段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全固态电池还将深刻地改变消费电子领域。目前，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便携式设备都受到锂离子电池的体积和容量限制，导致需要频繁充电且电池寿命相对较短。固态电池的问世将显著提升这些设备的能量密度。试想一下，您的智能手机单次充电后的续航时间可以延长2到3倍，或者您的笔记本电脑每周只需要充电1次。这项技术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大的便利，减少设备的充电频率，并提升日常电子设备的能效。此外，产能的扩张和新建的制造基地将为电池生产、汽车以及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这项技术变革有望刺激那些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实现经济增长，尤其是在日本、韩国和中国等这些电池生产已经形成规模的国家。随着全球对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存储解决方案的需求不断攀升，新兴产业将应运而生，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随着电动汽车和能源存储市场的扩张，专注于电池回收和电池管理系统的企业需求也将显著增加。
未来可能会涌现出更多开发全固态电池创新应用的新兴企业，其应用领域将超越汽车行业，例如无人机技术、医疗设备以及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等。这些创新将推动技术的进步，并创造新的经济机遇。本田的竞争优势在以全固态电池技术革新电动汽车市场的这场竞赛中，本田正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关键的竞争者，但其战略却与许多竞争对手有着明显的不同。与特斯拉、三星和宁德时代等追求激进的时间表不同，本田专注于一种经过精心校准的长期策略，强调可靠性、成本效益以及量产的可行性。这种策略与本田更宏大的愿景相契合，即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到2040年全球汽车销量实现100%的电气化。然而，尽管本田宣布了其在全固态电池商业化方面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前方的道路仍然充满了挑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中国已经迅速崛起，成为电动汽车技术领域的主导力量。这主要得益于其在电池生产、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高效的制造能力方面的显著进步。中国的电动汽车和电池更换站正凭借其价格优势、巨大的产量以及积极的扩张策略，在全球范围内赢得市场份额。相比之下，尽管本田拥有悠久的创新历史，但由于其高端的制造策略、对长期品质的承诺以及独特的工程理念，在价格竞争方面仍然面临着一定的挑战。虽然本田无法在成本上与那些依赖于大规模生产和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中国企业直接竞争，但它仍然可以通过其卓越的品质、原创的设计以及持续的创新能力，开辟一条成功的道路。虽然本田无法在成本上与中企抗衡，但仍可通过卓越品质、原创精神和创新能力开辟成功之路。比亚迪、蔚来、小鹏和宁德时代等中国企业已经开发出了全球最具成本效益的电动汽车解决方案。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受益于较低的生产成本、强有力的政府激励政策以及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使得他们的产品定价远低于西方的竞争对手。中国电动汽车的平均售价约为22000美元，而在欧美地区则高达50,000美元。一些入门级的车型，例如50宏光 Mini EV， 其售价甚至低至5000美元，成为了注重预算的消费者的理想选择。这种价格优势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对电池供应链的强大掌控。中国主导着全球70%以上的锂离子电池生产，并在锂、钴、镍等关键原材料的开采与加工领域占据重要的份额。宁德时代 CATL 和比亚迪 BYD 等企业实现了电池生产的垂直整合，有效地降低了成本并提升了效率。仅宁德时代一家就为特斯拉、大众以及其他多家汽车制造商供应电池，使其拥有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由蔚来等企业率先提出的电池更换技术，有效地消除了用户的里程焦虑，缩短了车辆的停用时间，并且允许消费者单独租赁电池，从而进一步降低了车辆的前期购置成本。中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了2000多座换电站，并计划进行快速的扩张。相比之下，包括本田在内的西方汽车制造商尚未对这项技术进行重大的投资。虽然这听起来可能令人担忧，但本田的优势在于其卓越的工程技术、可靠性以及原创的产品开发能力，而不是单纯的成本削减。该公司拥有通过技术突破来重塑汽车行业的悠久历史。例如，在1970年代，本田的复合涡流控制燃烧发动机 CVCC 彻底革新了燃油效率和排放控制技术。1989年推出的可变气门正时与生成电子控制系统 VTEC 使得本田的车型在性能和燃油效率方面都占据了优势，也成就了思域 Type R 和 NSX 等传奇车型。10年后，本田率先推出了现代混合动力汽车 Insight， 比丰田普锐斯更早进入美国市场。2016年问世的本田 Clarity 燃料电池车，作为当时最先进的氢燃料电池汽车之一，彰显了本田对超越纯电动驱动的替代能源的坚定承诺。此外，本田始终强调驾驶的乐趣，其车型通常具备引人入胜的操控性、灵敏的转向响应以及充满驾驶乐趣的特性。尽管中国的电动汽车正在不断进步，但他们常常被批评缺乏灵魂，过度依赖软件，而不是对机械工艺的精雕细琢。本田可以利用这一优势，打造出既拥有燃油车型驾驶魅力，又融合了现代电动汽车技术的车型。例如，即将推出的 ENS 和 ENP 系列，在保留燃油车引人入胜的动态特性的同时，巧妙地融入了现代电动汽车的先进技术。此策略有望吸引那些追求高端驾驶体验，而不是仅仅注重性价比的消费者。
本田还与索尼合作开发了 Afeela 电动汽车品牌，致力于开发融合尖端娱乐系统、人工智能以及自动驾驶等先进功能的豪华电动汽车。此外，本田在固态电池技术领域所取得的研发进展，或许能使其在与中国磷酸铁锂电池的竞争中占据一定的优势。如果本田能够在2020年代末成功开发并量产其全固态电池，那么其更快的充电速度、更长的使用寿命以及更高的能量密度，将与价格相对较低的中国电动汽车形成显著的差异化优势。尽管本田无法在价格上与中国的低价竞争者抗衡，但它也无需如此。本田应该专注于其自身的核心优势、品质、原创性以及长期的创新能力。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已经多次证明，凭借其卓越的品质、独特的设计理念以及持续的创新能力，它始终能够在市场上赢。得消费者的认可。如果本田能够持续将可靠性、驾驶体验以及尖端的电池技术置于其战略的首要位置，那么即使面对中国竞争对手激进的定价策略，它仍然能够在电动汽车市场中开辟出盈利的空间。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观看。喜欢这期视频吗？如果您喜欢，请点赞、留言并点击订阅按钮，以免错过我们未来的精彩内容。另外，千万不要错过此刻出现在您屏幕上的这段视频，其内容绝对超乎您的想象。